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大家新年快乐！我们先欢迎我们的来宾，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赶快来看到，在2026最新的一年到来，但是两岸在这个时候是摊牌年吗？我们来看到，在新年谈话当中，习近平主席特别喊到了说统一不可挡。赖清德总统则是持续的强化嚇阻。现在我们看到，在两岸之间有这个军演练备战，外交布局，台海是否正式的进入到了对撞时刻呢？今天一起来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释。第一个，习近平他现在高喊的新年谈话统一不可阻挡，赖清德也回应了，强化会在嚇阻跟防卫上面台湾的能力。2026年的这个两岸关系如何看？是对话还是对撞呢？第二件事情来看到的是，东部战区才刚换将就立刻军演了，这是在练兵还是在为未来的这个对台作战做暖身呢？最后一件事情来看到，习近平在新年谈话之后，他的第一张外交牌就是接下来会接见的是南韩总统，是要拉拢南韩吗？北京是否正在重组整个东北亚，对抗日美台，形成一个新的压力呢？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关心。本来以为今天是2026年的第一天，两岸是不是关系会稍微好一些？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不但没有降温，我们看到这个可以说是摊牌了吗？德国之声就两岸的这个领导人做的新年谈话做了一些解读，他同时谈到，不管在语言的强度、态度上面都是明显升级的。我们先来看到习近平主席怎么说。新年谈话，他这样讲，他说这是一年难忘的一年，是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同时，他难忘的事情还有设立了台湾光复纪念日这一天。最后，他还表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不可阻挡。另外一头，我们来看到赖清德总统在2026年的元旦演说，对两岸关系也没有加以修饰。他特别谈到了两岸关系的时候，他说，面对中国大陆持续升高的扩张野心，国际关注台湾人有没有自我防备的决心？因此，台湾必须要强化国防，强化嚇阻的力量。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两位领导人的谈话，2026的两岸关系接下来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样貌？习近平也特别谈到了他最印象深刻的事情，不管是台湾光复纪念日，或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都是最难忘的事情。那么代表台湾的重要性，现在看起来是说台湾问题大幅重要性提升了吗？委员怎么看？台湾问题在中南海眼中的重要性，本来就是核心中的重要性，但是台湾所涉及到的内内外外的问题也很多，这个优先性也好，重要性也好，有多大的急迫性，目前可能还在评估当中。换句话说，在中南海眼中，台湾问题很重要，很重要，但是有多急迫，那不一定，不一定哈。所以目前他在今年的时候设立所谓台湾光复纪念日，这个是在确立中国大陆统一台湾在政治上以及法律上的正当性，就确认说你台湾早就光复了，现在只是我要不要接管的问题而已，已经不是可不可以收复，能不能收复有没有权利收复都不是问题，都不是问题，因为已经光复了，那现在只是因为另外一个政权在统治，那这个政权如果愿意跟他统一的话，那大家在一定条件上统一；那如果不愿意的话，那就可能用别的方式来进行。这是中南海的一个立场的表达。相对的，赖清德也讲得很白，因为习近平讲的是统一不可挡，然后赖清德是说我挡给你看，基本上是这个意思。那所以他讲的是什么？你讲得清楚啊。他说中国持续升高的扩张野心，他把统一当作扩张野心，也就是你统一是没有正当性的，你统一是没有合法性的，你要统一就是一个扩张野心。那扩张野心呢？所以国际上关注台湾人的防卫决心，也就是台湾人要出多少钱来防卫自己。换句话说，在赖清德眼中，只要有足够的军费预算，就能会有足够的装备，也就能够抵挡住中国大陆所谓的扩张的野心。
那他完全否定统一的价值可能性，这个叫针锋相对。最近美国媒体都有在强调这个台湾可能没有本钱跟中国大陆进行军备竞赛。我认为不是有没有可能，根本不可能。这前提先确定下来，所以他所谓的台湾要有自我防卫的信心，你人有那么多吗？没有啊。绝对少数啊。那第二个，你的武器有比他精良吗？没有啊。而且台湾向美国买的武器，跟大陆自己做的武器，品质上没有好到哪里去啊，但成本至少贵了快2倍到3倍。而在一场战争里面，大家知道再贵的武器啊，都很容易当废品来处理。你看看这俄乌战争啦，一部坦克车坏了更没有时间修理啊，稍微一个故障就丢在战场上啊，那无人机就来啦，那什么海马斯火箭啊，拉出来只要被3D 定位，马上被炮弹击中就没了。所以军品是很容易消耗掉的东西，那会这么容易消耗，就要容易补充。那现在问题来了，台湾容不容易补充啊？大陆容不容易补充？大陆它自己生产线开动就可以生产很多的枪炮弹药、导弹一大堆东西出来，台湾都还要，美国卖多少，价钱多少，讨价还价，最后贵的要死。那美国国务院再抽一手，哇，那个毛利率高得不得了。它本来就比大陆的贵了，效能有没有比大陆好？没有啊，性价比很差。所以相对之下，台湾有什么条件去跟大陆做军备竞赛？那没有军备竞赛的话，倒回来赖清德说没有自我防卫的决心。那好了，请问赖清德先生，如果我们给你5%的 GDP 作为国防预算，你能干嘛？他事实上什么他也不能干嘛。那我们说这个国防预算里面拿出一部分来增加军人的薪水，他说不行，不行，绝对不行。那不行的话，你买那么贵又没有什么太多功能的武器，你要这些薪水那么低的人去操作这个武器，同样的武器在韩国、日本跟美国是一样的。可是问题是军人的薪水不一样，士气当然不一样，而且民进党很荒唐，他说军人不能讲薪水，讲酬劳就是雇佣兵。那 OK， 我也听不太懂，军人就不用缴房贷啊，军人就不用养家活口啊，那军人就是只是领一点点薪水，比韩国的薪水都还要低耶，更不用讲跟日本跟美国比啦，那你还要砍这个军人的退休金，那谁要当军人啊？难怪无法满编啊！那你军队无法满编，你买那么多武器有什么用？那你又能够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吗？所以一环扣一环，赖清德从头到尾就在说一个他自己听不懂的话。那现在只差一个，习近平他讲的话里面讲说统一不可阻挡，现在人家在阻挡你统一，就考验你统一不可阻挡，你到底能够有什么本事让他不可以阻挡？而不只是一再的宣誓，绝不答应啊，这个反对到底，最后他还是整天给你唱反调啊，你还是统一不了啊，所以统一到底是要把它搁着慢慢磨，还是这个要快速处理，多快处理？从习近平的讲话里面目前看不出来。好，谢谢委员。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在新年谈话中，两岸的政治问题仍然是领导者双方是针锋相对的，政治的叙事升高了。我们也看到军事动作上面其实也马上的跟进了。现在在这个，其实在中国大陆这一次的军演之前内部也发生了这个阵前换将的一个事实。我们先来看到是在12月31号的傍晚6点多，解放军的东部战区突然间宣布正义使命2025演习已经圆满完成任务，前后是连续3天。就在这个时间点比较敏感的时机点，是因为呢路透社爆出了一个消息，说东部战区的原司令员这一位叫做林向阳，他在2025年的10月份曾经因为涉嫌严重的违法跟违纪遭到开除党籍、军籍，之后是接掌人是由杨志斌来接掌，接着呢，习近平就将杨志斌晋升为上将，主要负责的就是对台作战。那么，因此这次军演也有加强他的战备跟巩固作战的象征性。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机点阵前换将？另外，这一场军演对于内部战力的提升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将军又怎么看？我觉得这次的阵前换将反而凸显出东部战区所有对台的作战计划都已经以真完备
这个不受一个主观的撤换主观换人的任何影响。其实一个部队来讲的话，除了说司令员之外，各级也都是主观。那我们知道，一个军队指挥不是靠指挥官一个人去指挥的，那个是拿破仑作战时代。拿破仑他那种领导方式叫锦江式，就是骑马的时候，你把那个马缰拉得很紧，叫锦江式就是靠他一个人。所以我们都知道，拿破仑作战，他一个人就要骑死好几匹马，他真的到每个地方他去指挥一下，就靠他一个人。但是德军最重点的是，他一个参谋作业很重要，他完全是一个参谋作业。那主官做什么呢？主官做精神士气的一个领导最后下达决心啊。我们知道，如果说一个参谋组织作业健全来讲的话，主官其实影响不大。然后，但是主官最主要是维气士气最重要。那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原来的司令员林向阳，他因为这个军纪的问题被革职嘛，所以我觉得，因为他是军纪问题啊，官兵也都很清楚。所以不受到任何影响，他短短立刻换了一个新的指挥司令员，就立刻可以指挥这么庞大一个、这么复杂一个军演。我觉得反而凸显出来东部战区的一个参谋作业是非常完整非常完，任何一个人来他都可以担任这个指挥，都可以随时遂行对台作战。我这边举一个战史来当做佐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跟俄国有一场很有名的战役，叫坦能堡会战刚开始，原来德军的指挥官指挥的并不是很好，所以阵前也是阵前换将，换上一个人叫辛登堡辛登堡元帅。他坐火车下了火车之后，他的军团参谋长到火车站去接他接到他以后，从这个火车站回到司令部的路上，光这段路他就将他做完整个战场的简报。做完以后，第一案、第二案、第三案，就辛登堡只讲一件事情，说我们采第一案，然后就开打了，第二天就开始开打，然后在坦能堡获得绝大的胜利。这叫做什么？这叫做一个完整的一个组织应该这样。军中来讲的话这个我们经常在军中经常讲一句话。最笨的人是靠自己就像拿破仑一样，只靠自己一个人，所有凡事你都管到底，到最后你就累死第二等人是什么？是靠干部，你只用你自己的心腹在做事，靠你的心腹去指挥。那最高等的指挥官，他是会用组织那军中有很好一个组织嘛，我们讲整个一直参谋作业系统，从人事的、情报的、作战的、后勤的，甚至于政治作战的，有一个完整的系统。然后当然，所谓参谋长就是负责这些所有参谋的整合跟规划，然后最后由指挥官来下达一个决心，他要做什么事情。另外，我再讲第二个例子，在诺曼底登陆，大家都知道，那么庞大一个复杂的战役，指挥官是艾森豪元帅。艾森豪那天在6月6号的前一天晚上，那所有参谋跟他报告说，大家都知道那时候有天气不是很好，有台风干嘛，然后情报官报告这个敌情，德军的现在部署怎么样？那作战官报告现在这个我们这个作战准备的状况怎么样？后勤准备的怎么样？最后一个人讲了一句话，这个气象官出来说，明天会有几点钟到几点钟可能会有短暂时间的风平浪静。结果艾森豪只下了一个命令，只下一句话 ，Let's go， 我们出发吧，然后这场仗就开打。所以我从讲这些战士，就是告诉大家，如果说是这个一个组织不管是企业或者是军中，最重要是一个参谋作为一个组织是不是能够运作得很好。那我们这次看得出来，东部战区它临时换将，但是它可以遂行整个演习的任务，代表它组织作业还有各种作战计划都非常的完备可行。好，这是在新年前中国大陆的这一场军演所发生的这个人事上面的一个动作。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在外交上，今年的新年马上也会有习近平的第一个新动作了。他的第一张外交王牌就是跟南韩建立一个关系，马上的他就在1月4号到7号呢，李在明会在这个时间去访问中国大陆，跟习近平主席进行任内第2次的峰会。那外界也在看说，接下来双方会谈什么？预计呢会谈的议题除了两岸问题之外，还有南韩的核潜艇事情，然后还有中日的问题，包括呢这个东亚日报，这个是南韩的媒体也做了分析。李在明当然也有求于中国大陆，他希望能够换得些什么呢？包括希望大陆作为中间人重启跟这个南北韩之间的一个会谈，那希望跟大陆的合作有2项，包括第一个韩中的 FTA 第2阶段的谈判，第二个就是有关于稀土能够有更多的合作。那日媒也就酸了他们这一次的会面，他认为呢中方有意拉拢韩国来牵制日本。赖老师又怎么看？韩国跟中国的关系在尹锡悦时代是已经跌到最低点
有5、6年双方的领导人没有来往韩国的总统到中国大陆来访问也都不成行在尹锡悦时代，但是这是6年以后韩国的一位总统，而且是在于新年的一开始第一位到中国大陆访问的国家，这代表中国大陆给韩国很大的重视，也给韩国很大的面子这个对尹锡悦来说，它是外交上的一个成功，也是外交上的一个成果，因为川普更想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川普曾经主动的说，他希望能够在这个元旦之后，在中国的春节之前，也就元月到中国大陆来访问，而中国回给他的是说太冷了，温暖一点再来吧，所以川普也很开心，说4月份会到中国访问，但是这个李在明却在元月4号到7号4天的访问，这代表什么？代表川普在中国的眼中把它往下放，而把李在明往上抬了一点。那李在明怎么做到的？李在明当然就是因为在这个高市早苗挑起了台湾有16，日本有4的时候，在中国跟日本之间要选边站，美国当然希望这个韩国选边站，日本也希望韩国选边站，说我们有美日韩的3角军事同盟关系，我们还有大卫营模式那你应该要选我这边嘛？李在明的态度很简单，就是我不会选你这边，我不选边站。那在台湾这边军演开始的时候，两岸之间的关系，美国跟日本也当然希望韩国能够表态嘛。韩国也说我不淌这个浑水，这不关我的事。那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整个打脸了美国驻韩国的陆战队司令。美国驻韩国的陆战队司令他扬言，他把地图倒过来看，说，韩国很重要，韩国的放射状可以围堵中国的出海，所以韩国的战略位置很重要，驻韩的美军要支援每个地方作战，包括台湾在内。那当李在明强调说这个两岸之间的问题，尤其台湾的问题不关韩国的事，其实他间接的意思也就是说，只要我当总统的一天，你美国不可能使用我给你的军事基地来介入跟中国之间的战争，因为你介入跟中国之间的战争，中国大陆就有权利来做源头打击。源头打击的意思也就是说，它可以对于使用军事基地的地方做打击，那基地是在韩国对，所以等于是它不会允许美军驻守在韩国的军队介入这个战争。如果你要介入，你先转到日本的军事基地，你再从日本来打，你不能从我韩国来打。这样的一些动作，当然对大陆来讲看在眼内嘛。那也就是说，李在明既然有意愿要缓和跟中国的这个关系，不像尹锡悦那样在国内挑起仇中反中的运动，在国际上跟美国人站在一起，跟日本人站在一起来对抗中国。那对于大陆来说，这个当然是可以交往的好，核潜舰的问题就不大了。为什么说不大？第一个就是美国会做到什么程度，不可知。第二个就是美国会把相关的核军事的机密给韩国吗？我们未可知。第三个就是韩国要这个核动力潜舰要干嘛？要来对付中国吗？还是对付俄罗斯？还是要对付日本？还是要对付朝鲜？最后一个就是韩国一旦开始启动的核潜舰启动中国大陆马上可以在联合国在国际上要求你，既然启动的核动力潜舰，那凭什么国际间要对于朝鲜实施因为核武而实施制裁？那要求要解除对朝鲜的制裁，这个你以为是对美国来讲，对韩国来说，哎呀，我有核潜舰，其实这个也可以帮朝鲜来解套。那也就是说，如果联合国的安理会不处理，或是投否决票，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也就不会再遵守这个美国当初所推动的对于朝鲜的这个核制裁。那这个朝鲜不是就解套了？所以我觉得问题没有想象中那么大。那你说，中国会不会利用李在明去向日本施压？不需要了，李在明已经在还没有去中国之前已经表态了，还需要再施压吗？好，谢谢赖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件事。接下来我们
们会特别来关心到的是，日本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松口，可能会造核潜舰。中国大陆呢，根据了解日媒的报道，可能是备战准备登陆吗？美国接下来撑不撑得住整个东亚的情势，我们就会就这些议题一起做关心。今天3个火线话题，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在这一场中国大陆的军演之后，日媒是立刻站出来指控，他说解放军动用了民船，架了800公尺的栈桥，这个是不是已经在为登陆台湾做实战准备呢？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事情，高市早苗竟然在此刻已经这个彼此的关系这么恶化的时候，又谈了不排除造核潜舰和选项，是被中国逼出来的防卫升级，还是日本主动把东亚又推向了更危险的境界呢？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美国是持续的默许的吗？接下来会来关心到的是中俄其实现在也同步的施压，双线的战场也在升温，这是在测试美国极限吗？如果真的出事了，美国来得及来援助驰援东亚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这是最新消息哦，在大陆的这一场围台军演习之后，日本媒体是马上出手，并且呢拉高了警报。这是来自于日本的读卖新闻的最新的评论。他说，大陆动用的是民间的滚装船，并且架了这个栈桥哦，透过军民联手来强化对台的登陆能力。他也在这边特别提到了这些细节，说解放军一共是动用了3艘搭载这种可折叠式的栈桥的船只，架设了大约长达800公尺的海上通道。日本跟美国都研判，大陆正在系统性的把民间的这些船舶纳入在未来的作战体系当中。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将军怎么看有关于日媒的这些说法？难道解放军是真的已经准备进入所谓的实战准备期吗？将军怎么看？确实如此哈。我们都知道，如果说大陆要武统台湾的话，势必要渡过台湾海峡哈。那这个台湾海峡，你就必须要2栖作战登陆。2栖作战登陆哈，其实第一波上来并不难，难的是它后续的持续战力怎么样源源不绝的把这战力运上来。你知道，所有作战里面最钝重的就是后勤哈，后勤也叫做辎重。你从这名词就知道，这重量是很重的。我们不要讲别的，光一挺机枪哈就7、8公斤以上哈。那如果说一箱弹药都10几公斤，那只是步枪弹。如果炮弹的话，那更不得了。通常第一波只是轻装部队上来，然后如果你上来之后，那这个守备部队一定会用重装的部队哈，比如说战车部队、装甲部队，将你重新将你歼灭在滩头。所以这个时候后续源源不绝的重装还有武器的供应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上来以前来讲的话，如果靠着登陆艇来讲的话，是远远不够的哈。一艘登陆艇，你顶多就是带一辆卡车，然后上了岸之后你还要再退回去，再装第2批货，再上到岸，这个太浪费时间了。所以最好方式就是能够从海上卡车或者战车用这个接驳的桥梁一辆一辆的直接送上来。你看看部队上岸之后，第一个这个士兵要吃饭。大概每一个人的体力，你大概就要吃饭。第二个，这个要有弹药，要有油料，要有战车，要有火炮，所以你必须要有桥梁。你说光靠轻装部队，那大概这个仗半天就结束了。所以源源不绝上来。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当然如果说用这种栈桥来讲，我认为说能量还是不够的。以这个2次世界大战，我们看诺曼底登陆来讲的话，它用的是人工码头，人工码头靠上去以后，然后后面其实源源不绝送上去，但最后它最初的目标还是夺取一个港口，叫做社保夺取社保之后，它可以利用港口以后将它的货轮靠到码头，战车才可以下来，货品才可以上来。那现在来讲，解放军说靠到码头，你还要有码头，要有设施，要有起重机，这些才可以将这些装具掉下去。所以解放军现在来讲的话，它除了这个战驳，可能是为了建立滩头堡这第一道的作战工事建立滩头堡，然后挡住敌人的反击部队。后续他要再上来，要继续发动攻势的话，就必须要夺取一个港口。比如说我们经常在讨论的，不管是我们台湾来讲的话，台北港、台中港或者是高雄港，甚至于永安渔港这些港口。那靠了这些港口之后，我们台湾会怎么做呢？我们当然知道你会这样干了，所以我们会将码头的设施给你破坏掉，对不对？把你起重机弄自己将这个
这港口封锁起来，把这个机具给弄坏掉，让你没办法运用。所以解放军他又用了第二招，这叫什么？叫做滚装货轮。滚装货轮它就是，我就知道你会把起重机给我关掉，我没办法用起重机。对，我货轮靠上去以后，我这挡板一放下来。以前我是运比亚迪的车子的，或运怪手运推土机的这些货船，我里面就可以装个坦克车嘛。装个战车嘛，装个轮型车辆，我只要有个码头，这个甲板一放下来，我后面的不管是这个卡车、战车、火炮，源源不绝就可以等到下来之后，当然就可以发动攻势。所以它除了这个栈桥之外，它还有滚装货轮，这都是为了做攻台登陆作战的各项的两栖作战的准备工作。好，这个是这个日媒特别就这个解放军这一次的军演的动作，也做了一个在军事上面的一个分析。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呢，最新还有另外一个消息是有关于日本是不是会造核潜舰，也就是在中日关系如此的紧张之际，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突然间他接受了读卖新闻的专访，他就松口说不排除引进核潜舰，并且称日本需要为类似俄乌战争的长期冲突做好准备。另外呢，媒体报道他可能也会为了修订安保三法来做铺路。安保三法当然就是剑指中国大陆之外，甚至也触碰到了所谓的非核三原则，会去做松绑。那在高市讲完这些话之后，我们来看到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是立刻跟进配合这个高市早苗造势他登上了美军的核潜舰考察，并且他也说应该确实日本应该讨论一下有关于核选项。那这套日本版的俄乌剧本就是立刻遭到了专家质疑，他们认为说你乌克兰跟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境乌克兰是背靠这个北约的大陆国家，补给线当然很通畅，不像日本日本是四面环海的，周边有这些中国大陆、俄罗斯跟朝鲜3个永和强权。美国你隔了一个这么远的太平洋，根本很难驰援吧？所以高市早苗这个时候讲了这些话，究竟是要防卫自保，还是他会让这个整个东亚又陷入很危险的境界？美国现在是在默许日本的这些动作吗？委员又怎么看？都是。答案都对。首先，日本的右派很早就在主张要修改安保3文件，主要的核心、最重要的就是要废除非核3原则。因为在日本的安保体系里面，不持有核武器，然后不制造核武器，不进口核武器，卡住了日本的核武器的发展空间。那这样子的一个国会通过的一些政策法律，这右派说这个不算数呼呼的重新来要持有、要制造，还要进口，3个都要。当然呢，面对的阻力，除了日本国内有反核团体啦，也有左派的力量全世界基本上都是反对的。但是注意到美国不吭声，就表示美国说你们去讨论看看，他在放风声、观风向，所以完全不吭声，因为你也不能说你赞成到时候箭头到你了，你也不能说你反对，因为你心中窃喜。美国人的算盘是这样子，所以美国人默认是有他这个策略。如果大家都反对就暂缓；如果好像反对没有很强烈那就开始在做所以处理掉这个非核3原则，核子动力船潜水艇就简单了，因为它可以像澳洲一样便捷我是核子动力我没有核子武器我保证里面没有装核子武器的设施跟平台，就跟美国的维吉尼亚潜水艇一样，只能够攻击水面战舰或攻击陆地上面的目标，但是本身没有装核子弹的设备，可不可以区隔？可以。那可不可以改装？也可以所以这2种东西就看你怎么辩护。但澳洲显然是辩护得很成功。那日本会讲说，澳洲都辩护很成功，为什么不行？然后韩国都要有了，为什么不行？所以他想要透过核潜舰作为第一步突破日本做核子武器的这样的限制。那全世界最容易做核子武器的，就是没有核子武器最容易做核子武器的国家就是日本，因为它不要像伊朗那买那个铀来，离心好辛苦因为最好的离心机是什么？核燃料核电厂。那日本这么多核电厂，经过几年然后它做核循环，就燃料棒烧完了以后拿去把它加上一些
外面的表面的处理了完以后，我们这个出来新的燃料棒叫 MOX， 就是氧化金属物，可以再拿回去再烧一次。那可是中间就会刮下了很多布就是做核子武器的原料。那这么多年以来，日本已经获得美国的许可，可以做这个核循环。那中间产生的布已经有40公吨，40公吨可以做差不多5000颗10000吨 TNT 的核子武器，啊，那对日本来讲，它不需要离心机啊，它马上就可以做了。它现在缺的是平台，是导弹，是飞机这样子而已哈。所以右派觉得我这样子做完了以后，我有核武器，我有核潜水艇，未来我还会导弹啊等等的武器出来之后，我就可以对中国大陆采强硬态度啦。我干嘛？你叫我投降，我投降啊！你说叫我承认南京大屠杀，我就承认了。日本就全部跟你否决掉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中日关系非常大的转折。好，就在此刻，我们看到中日关系陷入极危险的一个境界的时候，北京针对了高市早苗的这一系列的谈话，也做出了随即的反应。我们来看到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的最新谈话，他痛批说呢，日本领导人挑战大陆的领土主权跟二战的历史结论，也警告说不要再让军国主义复活了。那大陆也。这个媒体也特别点名了有关于日本现在内部自己经济陷入3大困局，但是你却在这个时候还有心情挑衅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他点出日本经济3大的困局，包括日元贬到34年新低，国债殖利率冲破2%，政府债务更是超过 GDP 的260%，即使央行紧急升息也无效去拯救哦。那解放军围台之际，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在这个时候也同步表态，也就是说，在今天的1月1号元旦开始，他会在北方4岛展开为期2个月的实弹军演，力挺大陆到底。现在看起来是中俄同步施压，那日本跟台湾会不会陷入双线的一个风险当中？赖老师又怎么看？同时也看一下王毅的谈话。我们看一下日本到底是不是在改变整个国际战后的国际秩序，确实是已经改变了，而且这个会引起重新的一个思考。很简单，过去日本在战后他战败投降，他长期以来它都是美国的安全系统下的保护国，所以它是被保护的国家。第二个，它没有攻击性、侵略性的武装力量。第三个，它的宪法规定它是不能够用武装的方法来解决国际争端，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非战宪法或者和平宪法。这样的情形，日本不构成东北亚区域间的任何一个威胁，所以俄罗斯也好，中国也好，或者是朝鲜、韩国等相关的国家不会把日本当成一个威胁源，对国际秩序或者安全有破坏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但是军国主义起来的时候，他已经悄悄的把日本转变了，这个也跟美国有关。我觉得美国可能还没有体认到日本已经开始在进行本质上的一个变化。日本的军国主义，它越来越主张它要发展攻击性的武器，它的武器也要出口，然后它要把它的军队要变成正常化的一个军队，也就是不再是自卫队，而变成一个军队。好，他现在又要开始希望说他拥有这个核武的力量，所以他要修改宪法，他可以用武装力量来解决国际争端，所以他等于是要涉入国际之间、区域间的问题了，啊，那问题就来了。当日本越来越失控，美国最后能不能完全掌控住日本，这又是对美国来讲也是一个问题了啊。那你想，当日本它开始在做本质的改变的时候，它也要拥有核子武器。那它要拥有核子武器，那俄国会不会感受到威胁跟安全上的不安全感？会。例如说，俄国在欧洲部分里面，他就感受到这个北约国家对他的威胁，不然的话，为什么会有这个乌克兰的一个战争？你看，乌克兰的战争还在打，乌克兰的无人机可以打到这个普丁的住家，啊，这个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这一块地方对俄罗斯来讲真的是无险可守，所以他必须要建立一个广大的缓冲区。缓冲区里面一块就是乌克兰，一块就是白俄罗斯。那现在整个北约也已经在改变这个国际战后的秩序的情境下，对俄罗斯来说，他就只能够被迫
把他的核武器往前推了。那他现在的核武器已经要往前推到白俄罗斯，所以他的真果导弹也已经部署在白俄罗斯，白俄罗斯也有装核弹头了。那白俄罗斯一过去就是北约相关的国家，所以欧洲的国际秩序在改变了。如果日本一旦也开始要拥有核武，开始在研究开发核武的情形下，俄国也一定会在远东这个地区部署核弹头了。他一定会这样做，所以目前来说，他在元月开始2个月，他要在北方四岛进行军事演习，我们就不能不排除俄国有可能把核弹头往这个远东地区一旦部署。如果俄国在北方四岛部署核弹头，在远东跟美国交接的地方也开始部署核弹头，特别是中程的弹道导弹的话，这个马上就改变了东北亚的局势。日本一旦拥有了核弹头，拥有了核子武器，或是朝这个方向走，它威胁的不只是俄国，也威胁中国，也威胁朝鲜，也威胁到韩国。韩国也要拥有核武器。那这个整个东北亚的安全局势就转变了。难道韩国人不会重新去想，你当时也侵略过我？难道美国人不会去想，你日本人也曾经侵略过我？而当现在的日本越来越衰败的时候，军国主义会不会回到他过去？当日本在走下坡的时候，发动对相关国家的战争，所以我觉得，日本相当有可能把整个东北亚的局势做改变。好，谢谢赖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要再来关心的是字节跳动，现在呢一边他一手买辉达，另外一手买华为，又另外一手3线同时做自研哦。2026年字节跳动说现在要做大事，习近平也下令了，接下来国产晶片50%都要用自己的国货。我们今天会关心大陆的晶片 AI 产业是在拼全方位的突破吗？赶快来看到这是最新消息哦，字节跳动在2026年砸下了高达了140亿美元，换算新台币已经达到了4000多亿元，购买的是辉达的 H200晶片，而且被解读这根本就是一个大扫货啊！多到现在怎么样呢？科技公司啊，它现在已经呢，辉达找上了台积电啊，下单200万颗的 H200晶片，要求台积电来这边做一个额外的生产，赶快加紧生产，开启产线。那另外一条，我们来看到呢。它同样还采购的包括了华为研发的升腾晶片，订单的总额或已经这边统计超过了人民币400亿，换算也是57亿美元哦。同一条线，我们看到字节跳动不只是对外购买这些晶片，自己同时也在做自己的研发。步入了试产的阶段，效能根据了解，甚至是可以媲美辉达的 H20，甚至成本还更低。这种 AI 双轨同步的策略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看到字节跳动3线齐发，2026被说要干大事了吗？AI 产业会不会在这时候全面的版图重新全洗牌？来，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全洗牌是不会，但是朝中美2大强的发展，这已经是一个趋势了。其他的国家都被排除在外了啊，不管是日本、韩国，或者是欧洲、印度等其他的所有的国家，在 AI 这个系统中，他们只能够去捡一些这个大巨人啊吃不完的掉下来的渣渣吃。当然，掉下来的渣渣也可以养活很多小企业啊、小型的啊经济体，但是比较大型的经济体，很明显的它就会失去市场了。像日本、像韩国、像欧洲，他们基本上都失去这个市场啊，所以这个。未来 AI 的天下，坦白说，除了中国跟美国，而中美事实上就在做生死的一个较量了。这个已经是一个摆得很明白的。那您可以看到，在大陆来说，它不但在设计这个部分，它跟美国在竞争啊，不管是一个开源的，一个是闭源的啊。也就是说，美国走闭源的，中国走开源的，而美国的闭源事实上它已经守不住了。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的这个 ChatGPT 也开始在做部分的开源，可是部分的开源就好像说犹抱琵琶半遮面了，这基本上走不远。你只能够全面性的开啊，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全面性的开，所以它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这个欧洲、非洲，还有这个甚至连印度都渗透进去了。也就是说，
有更多的国家，它本身没有像美国这么大资产的国家，也没办法像发展出这种OpenAI 他们的这么大资产国家，他们当然走中国的这条路线。所以在软的设计这个部分，大陆跟美国的较量很激烈，估计美国赢的空间比较大。那另外一个就是硬体的支撑嘛，那就是你刚刚讲的晶片。对，晶片这个部分，美国它只能依靠代工，所以它用抢台湾的这个晶片厂，抢韩国的晶片厂过去。可是它还是代工，但是问题就在于大陆是自己有生产制造能力。那你想，当越来越多的这一些，包括阿里也在生产自己的晶片啊。所以中国大陆的这种数据公司啊，它自己本身软的也设计，硬的也设计的情形下，那大陆他们是不是提供给一个广大的土壤，就是说，你中芯国际你相关的这些做半导体的硬体的这些晶片上，你就尽量快生产吧，尽量快赶上来吧。那我个人觉得大陆的土壤比较肥沃，是美国的土壤比较贫穷。那你想想看，这个未来的趋势会怎么样？所以已经不是重洗牌，事实上只有2大强竞争，我们这种小地方只能吃他们大巨人吃不下的，剩下来渣，可能就可以养活我们这个小蚂蚁了。好，科技在未来在 AI 的发展会以中美2大国为首，不管在软体或者是硬体上面的竞争都会变得非常的激烈。那同时间，这2大国当然也要不断的去找算力跟人才的重要性。我们来看到，包括了大陆现在也是全面的找人才哦，字节跳动跟腾讯更是祭出了这些非常非常好的待遇。来看到字节跳动做了什么？员工奖金暴增35%，加薪预算暴增150%，全面拉高最低薪资门槛。腾讯呢，直接开薪水加倍，成功挖走 OpenAI 的前研究员，这位是姚舜宇，直接空降担任他们的 AI 科学家。厉将军又怎么看？我们知道中美这2大国的竞争在基础制造业方面来讲，中国可以说是遥遥领先美国了甚至在很多新的产业方面也已经领先美国，包括我们都知道锂电池啦、电动车啦、绿能产业等等都已经领先美国。但现在为止跟美国还站在领先的，能够卡中国脖子的，大概就是科技业科技业又以 AI 科技这个晶片制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可以卡住中国脖子，所以中国当然要在这方面想办法，要跟美国来讲，要具备最起码具备竞争力那我们知道未来的算力就代表国力嘛。那 AI 产业我认为是人类的第4代的工业革命。第一次人类工业革命我们知道是发明了蒸汽机，去用蒸汽机取代人力。第2次是发明了电力第3次是这个计算机这次 AI 产业可以说人类的第4次的工业革命。那谁能够拔得先头，哪个国家就可以掌有未来的财富。那中国在这方面是绝对不会落于美国之后的。那我们看到中国你要发展 AI 来讲，很明显的几件事情。第一个，你要有人才嘛第2个，你要有资金第3个，国家要能够政策要能够配合。那我们现在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在 AI 科技方面的人才方面，中国现在事实上是不缺资金的它可以利用它大量的资金来挖掘它所要的人才。那国家政策也相当的配合，譬如他说规定50%以上要使用国产的装备。我将这场竞争形容像我们军事来讲的话，就像是登陆作战一样你一定要先抢占到滩头堡，站稳脚跟之后，你再往前面去进攻。那怎么样能够抢到滩头堡，能够站稳脚跟第一个当然就是像前面所讲的美国那边如果说有机会买到 H200的晶片我就先买。那我自己同时我也发展我自己的晶片，同时我也培养我自己的人才这又像是储存战力之后，这个先抢占了滩头堡，站稳脚跟之后，然后再以图继续向上面来发展。当然，这后续的发展必须要有规划、要有计划，而不是像以前中国大陆一样，发展什么产业就一昧的抛钱下去，然后大家到时候这个钱跟打水漂一样到时候回收不回来，也没看到成效。我觉得中国大陆这次发展 AI， 它一定是有计划、有规划，按照15的这种这个规划的期程，一步一步有计划的向上发展。那不敢说是超越美国吧，但是我想很快可以看到跟美国并驾齐驱。
对，确实，所以在这个大陆有关于发展 AI 晶片上面，国家政策下了非常大的力，除了持续的向美方买晶片之外，也力求，这是来自于路透社的最新消息，中国官方要求说，你接下来所有的晶片制造商，你要新增的这些产能50%都一定要使用国产的设备才行。最终目标，当然了，如果有一天可以的话，就是完全的100%国产化，带动了大陆的晶片设备集团北方华创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跳跃性的成长哦。那么现在大陆的资本市场也掀起了一股这个IPO 的热潮，2家公司股价更是暴涨。第一家是有中国版本辉达的摩尔县城上市 IPO 的时候，首日股价暴涨425%；另外一家是中国的 AMD， 也就是木犀股份上市飙涨693%。美国的封锁政策真的失效了吗？委员怎么看？美国在推动科技产业，它靠的不是政府政策或政府补助，它靠的是资本市场。因为它的资本市场非常的开放，所以如有任何的新产品的话，那一家公司的股价往往一下子会超过它应有的 CP 值，因为它给人家想象、预料的空间。那美国又有很多的投资机构，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一大堆，所以集中在那里的话，只要有一个人一呼百诺，大家都跟上去支持那个股票，辉达就是这样起来的。那辉达起来的话，当然是一个成功案例，也有失败的案例。那不管成功失败，总和来讲的话，美国的资本市场真的就是这个美国科技产业发动的发动机。没有资本市场，美国的科技产业起不来，因为科技产业很现实的，要投一大堆钱去到不可知的未来。然后你什么时候能够回收不知道，但是如果有个资本市场，你给他一个梦，然后这个时候即使你的收入还没到，你的产品还不成熟，你的股价都已经先涨了。那股价一涨的时候，它就印股票出来，会有更多的现金可以投到研发费用里面，形成一个资本市场跟研发的联合的一种良性流程。是，那这个东西呢，在中国大陆以前是没有的啦。那最近学到了，摩尔县城这是个例子。摩尔县城本来是做一般的 GPU， 这游戏机啊这种特用的 GPU， 就最近他发表了一个新的架构，叫做花港，叫 Flower Harbor。为什么起得这么诗情画意，我也不太清楚哈。然后这样的一个架构，相当于辉达的CUDA，然后接下来他根据这个架构做了2款晶片，一个叫华山晶片，一个叫庐山晶片。好像武侠小说，然后华山晶片是做 AI 用的 ，AI 晶片运算用的，然后庐山晶片是做游戏机跟工作站用的，它同时推出这样的一个来，那到底卖钱了没有？还没有，但消息一出来，被确认有这个技术，而且技术至少它自称说接近超过 H200，接近 B200。市场上马上给他很多的肯定，股价就马上暴涨，那就可以印更多的股票去筹集资金，做进一步的研发或实质上投产。这是一个字节跳动最有名的例子。那木犀股份呢？哇，那个更厉害。他一推出就说，我这个就是对比辉达的，我是 AMD 的技术，可是我对比辉达的效率，你们买不买？所以一出来的股价都暴涨了，快要700%啊！不，这个都是好事情啊，都是好事情啊。因为懂得以前中国大陆都是用官方的资金啊，官方弄，平常心讲，那很辛苦啊，对。而且官员如果失败了还要负责任啊，资本市场输赢各自负责，而且它风险分散搞不好利润就捡到了啊，所以这个。各凭本事，但是有官方有资本市场，我觉得是最理想的状况。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看到
到的是6代机现在大乱斗，今天要来特别关心到的是中国大陆的歼36加速成型，美国的6代机现在陷入难产，日本也要做6代机，它的这个计划 GCAP 的电战也崛起，东亚空战格局全面改写吗？今天一起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2025年大陆哦，确实我们看到它的6代机，不管是歼36、歼50是横空出世之后震撼了全球，结果没有想到1年过去，成飞的歼36现在已经冲出了3款的原型机，而且甚至有第3款的这一种原型机的一个试飞画面，现在在网络上面传出来，被解读是研发速度远远的超乎了想象。我们看到军事专家怎么形容，他认为这是大陆2025年的圣诞节大惊喜。那么我们也看到说，这个3架的原型机之间的结构其实有明显的差异，尤其今天要观察到的就是它的第3架的原型机没有了2架，前面2架有了这个叫做空速管的装置，所以要请教厉将军怎么看有关于第3架跟前面2架的差异，还有这个空速管消失代表什么样的意义？歼36会提前成军吗？将军怎么看？这确实这个研发的速度哈，真的是超乎预期之外哈。大家要记得，去年年底的时候，这个歼36才第1次试飞，第1架原型机试飞，到现在为止才不到1年的时间，已经第3架原型机在试飞了哈。那我先说明一下，歼36它现在名称已经取了，在歼10它叫做什么呢？它叫猛龙战机哈，歼20它叫威龙战机。你知道歼36现在取个什么名字吗？叫做很斯文哈，很文艺，叫做文谣哈，文章的文，谣它是一个鱼字旁啊，在一个用手摇机的摇的那旁边文谣，它是取自《山海经》里面哈，鱼生鸟翼的这种神兽哈，叫尧文尧。那为什么这个从以前龙系列改成尧系列呢？哈，我觉得很明显的，它就是从第5代机跃进到第6代机，等于4代的跃进，所以它用一个新的这种尧来代替，那也凸显出中国文化的元素在里面。那第1代机的时候，第一代这个歼36跟第2代差别很明显哈，主要有3个地方有差别。第一个是进气口啊，原来的是倒3角进气口，那它这个进气口第2代的时候将它改成就是无分流超音速的这个进气道哈，那可以增加它的引伸的效能。第2个差别在尾翼那个地方，尾翼原来是直接一个喷口而已，但是第二款原型机哈，它是可以2D，也就是它可以上下改变，可以增加它的机动性。那第3个改变哈，就是它的这种起落架有改变，起落架原来是前后并列的哈，前面那个轮子后面一个并列，改成这个双排并列的第2代，那当然可以增加它弹舱的容量。它试完之后，可能这1代跟第1款跟第2台。大概它各有优缺点，那它研究之后试飞之后，取其这个优点，然后做出来现在第3架。那第3架很明显的最大的一个明显的改变就是取消了空速管。那取消空速管，当然是在试飞的时候，你要让飞行员他能够知道飞机的速度，然后来有利于飞行员操控掌握飞机。他现在将它取消，我觉得很快的，它就是要进入量产了，就大概就已经试飞。各项的数据都已经出来，开始要进入量产阶段才是这方面的改变。所以说，这个中国大陆他们这种战机的研发速度你不得不佩服。还1年的时间，这个同一款战机就已经有3种的原型版出现那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好，那另外一方面，美国的6代机则是目前为止看不到太多的新进展。中美之间在第6代战机的研发上，这个接下来会越差越大吗？赖老师怎么看？这个已经是一个不同档次的一个差距了啊。过去大陆的这个先进武器的一个发展是追踪跟监就跟着你的前面的走。所以当时美国有 F-22的时候，中国大陆就在研发这个歼20美国在研发这个F-35的时候，中国在研发歼35，类似这样的一种追的一个方式。那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过去我有个老师，你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跟。但是6代战机是划时代的意义。为什么划时代的意义？美国现在才要立案，原型机都没有，对，然后那个图纸都还不清楚，然后就一个这个 PPT 的一个示意图，但是
美国未来的6代机会是什么样都还不知道，但中国大陆6代机已经飞给你看了，这代表什么？完全是创新的了。那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在6代机这个部分已经遥遥领先美国了，这是第一步。可是第二个，它又有一个意义，是因为中国大陆的一个武器发展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铁律。铁律就是量产一代，研发一代，然后预研一代。我们看到现在正在量产这个歼20、歼35，正在量产中，所以它的量产的速度很快。那一般来讲，这个歼20会用20年左右，所以当它在量产歼20的时候，它的预研的就是6代机，目前来讲研发的就是6代机，6代机原型机已经出来了。那预研一代的意思，也就是说7代机已经立案了，已经在研究室里面，这些研究员已经在思考这第7代战机是要一个什么样的形态的一个战机。所以当这个十几20年后，这个歼20这个要结束了。一般来讲，我们看到歼20当时在试飞的时候，大概用了8年、10年的时间，8架原型机在不同的档次试飞。那现在歼20已经在服役了，在量产了，所以6代机很有可能在5、6年左右，它会开始进入量产。然后因为它还要经过各种不同的场域、高原，然后热带很多地方，它都要做试飞，然后在最后要做定型、定装，然后等到6代机要出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是第8代机也已经是在预研的阶段了。那你想，现在美国才是对，美国现在还在图纸，对，那已经被中国大陆甩在后面了，中国大陆已经后面看不到人了，这个差太远了。好，这个是中美之间第6代战机的一个巨大差距。那日本呢也说要做这个6代战机，防卫大臣这个是他特别讲的，说他们这个计划叫做全球空战计划 GCAP。加上英国跟意大利一起来做，锁定是2035年服役，2030年首飞。它配备的东西，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小档案。全新的多功能射频系统，数据量是 F2雷达的1万倍，频宽处理强，不只能够搜索锁定，还能做电站干扰、通信、目标获取，把数据转为战场上面的主要武器。委员怎么看 ？GCAP 如果翻译作全球战斗空间计划。是蛮适合的，因为它本身不是一个战机的名字，它是从以前日本的 FX 所发展出来的，或者 F2 所发展出来的。问题是它这个顶多就是5代半的战机而已，它想要跟中国大陆的歼20比，似乎全球都认为技术上面差那么一点点，这档次差那么一点点啊。那他讲了很多了，他除了刚才讲的他说他的深度逆中不是一般的逆中，可以对雷达、红外线、电磁波进行逆中。我听了都晕倒，哪一个5代战机不是这样子？好不好？深度就深度了哈。然后他用次世代的引擎，推力非常高，然后发电能力非常强。但是怎么算哦？它的飞行最高的音速。大概而已，就是超音速一点点而已，就是不能跟大陆很多战机都快了2倍音速，不太一样哈。好，那有趣的是它很多的优点，非常的豪华，也非常的贵，比 F35还要贵哈。那贵也就算了，反正这是日本、英国、意大利3个国家来的哈。它现在已经被确定有几个很大的缺点，它没有办法应付东风21D 跟东风26饱和攻击，没办法。无法生存力很低，因为它不是它是5代战机逆中的，可是它不是空中的王者，它不是，它是空中的指挥官，这2个性质是不一样，因为它的电子设备很多，所以在上面一架飞机可以指挥很多的僚机，但是自己参与战斗，它的操纵性能就被比下去了，就被大陆歼20比下去了哈，那。更好笑的是什么？他说这个第一波的即时空优还要靠 F35，那我就没话讲了。所以好吧，我们只能祝贺他2035年成功现在也很难告诉大家说到底多大的效果，因为有时候美国很多武器，包括英国那种做一做到一半发现不太行。